这酒到正酣呢，冷不丁的逐客令让白旭阳等人都不知道该怎么接招了。他只能对苏无忌投去一个怜悯的眼神，然后连忙拉着秦桂玲告辞了。显然在他们看来，女魔头方千雪把所有人支开，是要跟苏无忌单挑了，居然带着穆千羽来参加江晚星小姨的饭局。今天晚上无忌必然惨得很。方陆轩本想多说两句，可看到方千雪忽然一瞪眼，于是赶忙拉着表妹陆蒙山离开。小渣男，现在这儿可就只有我们2个人了。方千雪说道，咱们不醉不归，不喝到天亮，谁都不能走。她长得确实好看，这张脸也算得上是老天爷的特殊偏爱了。柳叶眉下，一双桃花杏眼稍稍上挑，性感的嘴唇犹如成熟的樱桃，红润欲滴。也不知道是不是由于酒精的作用，方千雪眸光流转间，似有一汪春水荡漾，散发着令人沉醉的妩媚。苏无忌面色发苦，他倒是不担心被这小姨吃掉，主要这女人的行为和言语太不可预测了，谁也不知道她的下一句能扯到什么鬼地方去。千雪姐，时间不早了，要不咱们也撤吧。我先去一趟卫生间，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坐着。你要是敢趁机溜走，我就告诉江晚星，你趁我喝多了偷偷摸我。方千雪起身说道。苏无忌都被这威胁整得呆住了。我去，还能这样？随着方千雪这次站起来，那盈盈一握的纤腰、流畅的髋以及圆润的臀，已经映入了对面青年的眼帘。这身材比例看似夸张，可偏偏无比自然，一点都不突兀，怎么就能好成这个样子？苏无忌不禁感叹，方千雪身上的肉实在是太听话了。卫生间就在包间里，偏偏隔音质量还不怎么样。等他进去之后，苏无忌紧接着便听见了呕吐声。呕吐之后便是不可名状的水声。毕竟喝了2瓶红酒，上下都撑得难受，为何膀胱都得腾空了才行？等方千雪重新出来，揉了揉肚子，让服务员又上了几瓶红酒。苏无忌笑道，千雪姐，你吐完了再喝，这算作弊啊？那有什么问题？我酒量大，胃口浅，想多喝点酒，只能这样了。方千雪偏偏还振振有词，她上下打量着苏无忌，笑眯眯地说道，你这小渣男的肾还不错啊，喝了2瓶红酒，连厕所都没去一趟。苏无忌咳嗽了2声，和肾好像也没什么关系，就是膀胱的容量还行，能憋住。方千雪，啧啧，年轻真好，晚星和千羽有福了。苏无忌，这哪跟哪儿啊？而方千雪又站起身来，隔着半张桌子，亲自给苏无忌倒了满满一大杯红酒。他这么一探身倒酒，低领口里的雪白几乎以爆炸般的姿态充斥了苏无忌的眼球。本来在酒精的作用下，苏无忌也是浑身发热，看到这画面不禁更是觉得躁动难安。苏无忌只能在心中不断默念，她是小姨，她是小叶，她是江晚星的小叶。然而这默念辈分不仅没让他冷静，反而有种火上浇油的效果。这让苏无忌不禁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个衣冠禽兽。小渣男，你喜欢晚星吗？方千雪问道。喜欢。苏无忌老老实实的回答。你想和他睡觉吗？方千雪问道。苏无忌，没想过。小渣男，你不老实。方千雪说道。江晚星的屁股那么漂亮，你为什么不想和他睡？千雪姐，你喝多了？苏无忌又开始咳嗽了，谁知道这女人下一句能冒出什么虎狼之词来。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方千雪说道。苏无忌只能回答，我想不想和他睡又不是看那儿的。她的胸也很漂亮。苏无忌眼前发黑，你说的这些我都没见过。你还小姨呢，小姨就这么没正形的吗？能不能有点长辈风范？到现在还不说实话，看来你还没喝多。方千雪笑眯眯地给苏无忌倒了满满一大杯红酒。来，咱们继续喝。3个小时后，凌晨2点，方千雪满脸通红地站起身来，身形晃了一晃，眼看着就要摔倒。苏无忌连忙上前扶住，那温软的身体所产生的触感，让苏无忌的脑子也变得有些不清醒了。酒喝到这个份上，方千雪已经彻底忘记了自己本来是要做什么的了。他甚至把江晚星小时候一共尿过几次床都一股脑的全部说出来了。走，小渣男，扶我去卫生间。方千雪的舌头有些僵硬，说话都要不清不楚的了。苏无忌，我这不太方便吧？其实他在饭局间隙偷偷给江晚星打过几个电话，想要让他前来救场。可是蜜桃少校可能在执行什么任务，手机始终没开机。切，那有什么不方便的？我就是去吐一下，肚子里实在装不下这么多酒了。方千雪一把搂住了苏无忌的脖子。小渣男，这会儿开始跟我装正经了。刚刚吃饭的时候偷偷看我胸，看了多少次？你以为我不知道？我那是不小心的，不是故意看的。搀扶着这种极品的女人，苏无忌的半边身子都在承受着柔软的压力，这让他也明显有点心猿意马了起来。烦死了，非得拿这个考验干部。方千雪刚被扶到了卫生间，就控制不住的打了个嗝。随着这一个酒嗝，满肚子红酒都开始往上涌，他连忙趴在洗手池边，稀里哗啦的吐了起来。这一顿饭，俩人基本没吃什么菜，方千雪现在吐出来的也都是通红的酒液。苏无忌一只手拉着方千雪的胳膊，一只手拍着她的后背，说道：我说你这是何苦呢？非要把我灌醉，你看看你从头到尾从我嘴里套出什么话来了。其实这一顿饭下来，苏无忌对方千雪的评价还可以，他并没有仗着自己是江晚星的小姨，就给脚踏2只船的苏无忌穿小鞋，同样也没有以所谓的长辈姿态对他指指点点。方千雪的回答也很简单，他吐了个昏天黑地，整个卫生间里都弥漫着浓浓的酒气。俩人喝了2箱红酒，苏无忌也明显头晕了，被这酒气一熏，胃部控制不住的翻涌，也忍不住的爬到了旁边的洗手台狂吐起来。洁白的台面都被染红了，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俩人是在哇哇吐血，场面确实怪吓人的。苏无忌吐完了之后，洗了把脸，觉得舒服多了。然而这时候身后忽然传来了异样的声音。他一扭头，方千雪不知何时已经坐在了马桶上，他的裤子退到了膝盖，靠着墙，眼睛已经闭上了。我靠，千雪姐，我还在这儿呢，你不能这样为老不尊啊。苏无忌虽然什么都没看到，但还是立刻转身出去了，把门重重关上。等到里面哗啦啦的水声停止，苏无忌才敲了敲门。千雪姐啊。没人回应。苏无忌没有立刻开门进去，而是给江晚星打了个电话，可还是没开机。他晃了晃晕乎乎的脑袋，想了想，还是走到了这私人会所的前台，让这里的漂亮老板娘叫上一个女服务员，进去把在马桶上睡着了的方千雪搀扶出来了。这个便宜自己就不占了，
这里的老板娘是方千雪的好朋友，此刻看着后者的狼狈样子，不禁对苏无忌无奈地笑了笑。他呀，一开始就非要把你灌醉，可没想到居然遇到了酒量比自己更好的人。苏无忌说道。要不你们送他回家吧。老板娘却摇了摇头。那可不行，千雪之前特地交代了，如果他真的喝多了，就让你送回家。想着这小姨在马桶上都能睡着，苏无忌一阵头皮发麻。那不行，我还有事，得先走了。可他的胳膊却被拉住了。小渣男，你往哪里跑呀？居然是醉乎乎的方千雪。他睁开了眼睛，桃花眼里满是朦胧的光。真以为我喝多了吗？来，我们继续喝。喝个屁呀！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都吐成那样了，再喝就得带你去洗胃了。方千雪伸手勾起了他的下巴。小渣男，你以为我刚刚是真的睡着了？我就是在考验你。不错嘛，正人君子，没趁机偷偷摸我。现在我相信你确实没碰过婉星的屁股了。他坐在马桶上都打呼噜了，现在还嘴硬。苏无忌无奈地看向了那老板娘。你能不能给他2巴掌，让他清醒清醒？老板娘笑着对方千雪说道。千雪，你真的喝多了，让无忌送你回去吧。扫兴。方千雪伸手揽着苏无忌的脖子，浓重的酒气喷出来。我家离这里不远，你陪我走一会儿。说是不远，其实也有将近2公里。由于方千雪事先交代过了，所以这里的老板娘死活不安排车送他俩回去。这一路，方千雪走的那叫一个晃荡，要不是苏无忌搀着，她绝对能趴到绿化带里一觉睡到天亮，被路过行人捡了尸都不知道。不过这女人代谢酒精的速度确实惊人，等快到家的时候，她居然已经稍稍清醒了一些了。虽然脑袋仍旧晕得厉害，但起码说话没那么大舌头了。前面就是我和婉星的家，你今天晚上陪我一起，不许走。方千雪还搂着苏无忌的脖子，用命令的语气说道。而此时在院外，一台奥迪霍希的车灯骤然亮起来，那突如其来的强光刺得苏无忌有点睁不开眼睛。此时已经接近凌晨3点了，在这样的视线条件下，直接打开远光灯，未免有点太不友好了。那刺眼的茫茫灯光让方千雪立刻皱了皱眉头，一跺脚别过脸去。讨厌的家伙，简直烦死了，天天来找我。方千雪的语气里有着明显的不耐烦。小渣男，你帮我把他赶走，你和婉星的事情我就彻底不阻拦了。你就算背着婉星在外面拈花惹草，我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不定还让你大被同眠。苏无忌一听这话，顿时来劲了，立刻问道：这货谁呀？方千雪说道：沈凌川，一个不学无术自以为是的富二代，听过吗？苏无忌：听过一点啊。沈凌川的父亲沈祖尧算是上一代的商业领军人物之一了，早年靠买卖地皮起家，后来开始做房地产和影视院线生意，资产一度排名全国前10。沈凌川今年37岁，自5年前正式接班沈氏集团，曾经被自媒体誉为最帅的商界接班人。不过这2年来，房地产行情极为不景气，沈氏集团的负债率始终居高不下，这位商界2代便开始转换打法。他自从上次高调入股某短视频平台之后，开始倾力打造个人 IP， 基本上每天都要发一条视频，塑造了一个睿智多金的霸道总裁形象，倒是积累了大几百万的粉丝。千雪，你怎么现在才回来？这是谁？
奥迪霍希的后排车门打开，一个男人气冲冲地走了下来，语气里居然明显带着质问之意。这就是沈凌川，他穿着一身藏青色的高定西装，戴着金边眼镜，眉头紧锁。平心而论，这沈凌川长得还不赖，算得上风度翩翩。可再帅也没有用，方千雪就是看不上。他的手甚至还把苏无忌的脖子越搂越紧呢。这当然是我的小男朋友了。方千雪一开口，浓重的酒气便从红唇中透出来。至于我为什么回来的这么晚，当然是去跟我亲爱的小男人约会去了。说着，他还转向了苏无忌。我的小男人，你说是不是？苏无忌没想到自己居然还要跟着漂亮小姨扮演男女朋友，这不是整岔背了吗？一想到方千雪刚刚的允诺，苏无忌的手臂便紧紧搂住了对方的纤腰，手掌甚至已经贴在了对方的平坦小肚子上了。是啊，我们确实是约会去了。苏无忌斜眼看着沈凌川，眼神里刻意做出来的挑衅神色，像极了喜欢寻衅滋事的社会青年。从现在开始，方千雪就是我的女人，怎么，你有意见？看着苏无忌的右手，沈凌川的眉头狠狠皱着，眼睛里都要冒出火来了。你把手给我放开！不要放开，不要听他的。方千雪居然贴了过来，在苏无忌的侧脸上逼击来了一口。沈凌川，你看到了，我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你不要再纠缠我了。沈凌川明显上头了。小子，你知道我喜欢千雪多久了吗？横刀夺爱，是不是男人所为？这里是首都，你非要得罪我沈凌川吗？对于这样的台词，苏无忌只有2个字的简短评价：傻逼。快40岁的人了，还能说出这么幼稚的话，怪不得沈氏集团这2年江河日下。方千雪很满意小男人的表现，又捧着对方的脸亲了一口，笑靥如花，浑身上下已是媚光四射。被苏无忌这么骂了一句，沈凌川妒火中烧，更是气得不行。他一把揪住了面前青年的领子，低吼道：我警告你，现在滚出首都，不然的话，我会让你后悔出现在这个世界上。苏无忌呵呵一笑：你这威胁人的话好老套啊，是不是小说和短剧看多了？沈凌川冷冷说道：你不要不把我的话当一回事儿。从小到大，我看上的女人还从来没有失手过。他的嘴巴里也有不少酒气，看起来今晚喝了不少。但这种没脑子的话，苏无忌即便是喝多了也说不出来。那你今天就得失手一次啦。说完，他贴近了沈凌川那张颇为帅气的脸，笑眯眯地说道：现在该我提醒你了，如果我数到3你还不松手，我也让你后悔今天来这里一趟。下一秒，苏无忌便喊道算你那。沈凌川一下子愣了：尼玛，你明明说数到3，1和2怎么不喊了？可紧接着，他便感觉到自己已经被人揪着后颈，从后面提了起来，双脚已经离了地。苏无忌根本没动手。沈凌川扭头一看，一个高大的壮汉正提着自己呢，正是小庞。身为苏无忌的保镖，他一直在远处跟着呢。把我放下！他的双脚悬空，伸手想要打小庞的脸，可是小庞只是随手一甩，沈凌川直接被丢出了好几米，重重地摔在了奥迪霍希的前挡玻璃上。那玻璃瞬间布满了裂纹，随后完全碎掉了。这还是小庞几乎没使劲的前提下。至于沈凌川的保镖已经被小庞提前打晕，丢在了车子旁边了。
沈凌川被摔了这么一下，整个后背骨裂般的剧痛，眼前一阵阵的发黑。混蛋，你死定了你呀！我杀了你！沈凌川还在大骂着。苏无忌说道：小庞，你不觉得吵吗？给我插开的嘴。是，老板。小庞走上前去，一把捏住了沈凌川的腮帮子，右手举起，并指如剑。他的手指刚要往里面捅，随后像是想起来什么，于是从腰间取下那根特制的甩棍，说道：老板说过，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人会使用工具。说着，在沈凌川那无比惊恐的眼神中，那伸缩的甩棍陡然间弹出来，直接狠狠插进了嘴巴里去，一步到位。随后猛然一拔，沈凌川发出了一声惨叫，他甚至都没来得及呕吐呢，便是白眼一翻，当场昏死了过去。小庞，你开车把这家伙扔远点，省得碍千学姐的眼睛。苏无忌说道。小庞听了，立刻把被插晕过去的沈凌川和他的保镖揪起来，一起塞进了那台奥迪霍希的后备箱，然后开着这台没有挡风玻璃的车子离开。拍了拍手，苏无忌说道：搞定了。帅死了。方千雪明显是个不安分的主，他刚刚见到沈凌川被整得那么惨，简直两眼放光。随后他又捧起了苏无忌的脸，在嘴唇上重重亲了一口。苏无忌瞪圆了眼睛，浑身僵硬。千学姐，你喝多了。他双手按住方千雪的胸口，一把将她推开，说道：你自重啊。方千雪醉眼朦胧，却更生媚态。首都多少男人想要被老娘亲，你得了便宜还想把我推开。苏无忌也不知道这是不是考验的其中一环，立刻义正言辞地说道：我是正经人方千雪，不要勾引我。老娘虽然万花丛中过，可片叶不沾身，从来没亲过别的男人。方千雪又往前迈了一步，一把揪住了苏无忌的脖子。你抢走了我的初吻，你得对我负责。我靠，怎么成我抢得了？苏无忌都呆了。刚刚明明是你亲我的。那我不管。方千雪双手抱胸，一副不讲理的样子，说道：反正我现在喝多了，明天肯定记忆混乱，我就告诉江晚星说你强吻我。走，回房间，疯女人治不了你了。苏无忌直接一蹲，把方千雪扛在了肩膀上，一脚踹开院门走了进去。方千雪倒着趴在苏无忌的后背上，盯着某处，笑眯眯地说道：哎呀，你这屁股也挺翘的。臭流氓，真想打你一顿。苏无忌只能再忍。对于苏无忌来说，刚刚那一吻着实有点炸裂。和方千雪相比，他觉得自己好歹算个正经人了。进了房间，他把身上的女人往沙发上一丢，没好气地说道：现在送你到家了，还帮你把那个烦人的家伙废了，你得记得你刚刚说过的话啊。方千雪侧躺着，单手撑着头说道：可刚刚我也把初吻给你了。苏无忌就知道这女人说的话一个字都不能信。我睡你的觉吧。苏无忌起身就走。要不是看方千雪是江晚星小姨的份上，他今天晚上肯定得来一顿狠的。方千雪却一把抱住他的大腿：不行，今天晚上你要是敢走，我就告诉江晚星你欺负我。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妈的，我睡沙发。好嘞，我去洗澡，你不许偷看哦。方千雪站起身来，还在苏无忌的鼻子上刮了一下，扭着髋走开了。看他这样子，起码酒已经醒了一半了。苏无忌忍无可忍，抓起沙发上的靠枕砸了过去。方千雪，你是我见过的最烦人的女人。
方千雪呵呵一笑，小渣男，我看你能假正经到什么时候？他进入了浴室，看着镜中那面色通红的自己，抬起手，手指在嘴唇上轻轻摸了摸，轻轻自语：江晚星啊，江晚星，为了帮你考验这个家伙，你小姨我亏大了。方千雪洗完了澡，便穿着那轻薄的白色丝绸睡裙，扭着上楼睡觉了。她的背影无限诱惑，浑身上下尽显成熟风韵的味道，香气已然飘满房间。苏无忌却看都没看，躺在1楼沙发上，用抱枕盖住脸，好像已经睡着了一般。方千雪到了楼梯的一半，扭头看到苏无忌的状态，微微一笑，自言自语：哼，看起来倒像是个正人君子，可哪个君子脚踏2条船的？1个小时之后，苏无忌忽然睁开眼睛，因为他的手机开始嗡嗡震动，来电的正是小庞。老板，有人接近要弄死吗？小庞的声音传来。留个活口儿。苏无忌揉了揉睡眼，说道：是。小庞说着，放下电话，双手在面前男人的脑袋上一拧，咔嚓一声，这家伙立刻被扭断了脖子。随后小庞重新拿起电话，看着远处一个端着突击步枪已经快要翻进别墅院子里的黑衣身影，说道：老板，给你留了一个活口。苏无忌本来打算整整一夜都保持警惕，以提防方千雪对自己搞出什么变态考题来，但谁能想到他等到的不是风雨美人的色诱，而居然是一个端着美式 M4 卡宾枪的歹徒上了门。此人穿着深色迷彩服，和夜色近乎融为一体，脚步轻盈，身形敏捷，只是在越过院墙的一刹那，被院子的壁灯照亮了些许身影。苏无忌借着光，分明看到此人的腰间还有一把短冲锋和匕首，标准的国际雇佣兵打扮，但光从他的移动脚步来看，身手明显超出普通佣兵一大截。苏无忌摇了摇头，倒也习惯小庞留活口的方式了。他轻轻起身，站在了墙壁后面。报告，江晚星和一个男人已经进入房间1小时，我马上要动手抓人。在进门之前，这个雇佣兵对着通讯器说了一句，此人用的是英语，声音已经从窗户缝透了进来。苏无忌听了，在心中忍不住的吐槽，这个蠢货怎么连最基本的信息都没有调查清楚？江晚星和方千雪俩人的身材差距这么明显，这也分不清吗？此刻苏无忌已经确定，这个摸上门来的雇佣兵和之前被小庞插嘴的沈凌川绝对不是一伙的了。紧接着这佣兵重复了一遍通讯器那段的命令，是女的抓走，男的杀了。然而这雇佣兵刚刚进门，忽然感觉到了一股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不安，似乎自己好像被一头恐怖的野兽盯上了一般。他正想转身，可脖子却骤然一紧，呼吸陡然间被遏制，就好像有一个铁钳死死钳住了自己的脖颈，下一秒似乎就要把自己的喉骨捏碎。这个佣兵的战斗经验倒也是颇为丰富，一遇到这种情况，腰间的匕首直接拔出来，反手狠狠捅向后方。然而他的刀尖还没来得及碰到身后的袭击者，自己的侧颈动脉处便是重重挨了一下。这雇佣兵的眼前一黑，立刻失去了知觉，软绵绵地倒在了地毯上。苏无忌直接把客厅灯给打开了，他检查了一下所有房间，连方千雪的卧室也没放过，后者此刻正骑着被子呼呼大睡。
裙子下摆已经掀到了腰际，短裤覆盖不住的位置正冲着卧室门，对此刻发生的一切毫无所觉。苏无忌摇了摇头，不禁觉得方千雪这富婆的心也真是够大的，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也不安排个保镖。其实这房子自然是有保镖和保姆的，只是方千雪为了测试苏无忌，所以提前把他们全部支开了。不过就凭着雇佣兵刚刚持刀反手反击的那一下，实在是凶狠毒辣，就算方千雪那些保镖今天在场，想必也是扛不住的。等方千雪从柔软的大床上醒来，发现太阳正从东方升起，天色已经亮起来了。糟了，睡了一夜，忘了测试那个小渣男了。一拍脑门，方千雪立刻起身，晃着兔脑袋，光着脚匆匆下了楼。然而他却看到一个身穿黑色迷彩服的男人正跪在客厅中央，鼻青脸肿，双眼之中带着相当明显的惧怕。而苏无忌正坐在沙发边上，手里捏着一把匕首，似乎下一秒就要捅到那个迷彩服男人的身上。怎么回事啊？方千雪有点反应不过来了，揉了揉惺忪的睡眼，问道。苏无忌说道：半夜摸进来的被我放倒了，下手有点重，刚刚才清醒过来，才开始审了几分钟。随后他瞥了一眼小姨的穿着，刚要说话，却看到那佣兵也扭头看向方千雪，于是一巴掌抽了上去。这是你能看的吗？这一巴掌直接把那佣兵打得摔在地上，半边后槽牙全部松动了。护花使者干得不错嘛。方千雪笑眯眯地说道。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方千雪，你睡裙里面能不能穿件衣服？这白色很透光的好不好？昨天晚上方千雪洗完澡的时候，其实穿着的也是这身睡裙，只不过当时光线挺暗，苏无忌又用抱枕挡着脸，压根没多看。可现在早晨的阳光通过窗户照进来，让那白色的睡裙起码透明了1/3。这一下就连那大兔子小脑袋的轮廓都已经是模糊可见的了。大早上的正值血气方刚的时候，苏无忌看了这动人的场景，差点没当场起立致敬。要不是旁边还有个雇佣兵杀手在场，他真怕自己无法自控地去跨越伦理禁忌。方千雪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领口，双手交叉于腋下，手臂挡住了大兔子的头顶，微微一笑。小渣男，你喜欢姐姐这个样子吗？苏无忌看着这个夺走了自己第3次初吻的女人，没好气地说道。方千雪这杀手还在旁边呢，你的心就这么大吗？方千雪，姐姐我不仅心大，胸也很大。苏无忌真想把他给打晕了算了。您老人家有什么可骄傲的？要不是我，你昨天就死了啊。方千雪看了看那跪在地上的佣兵，满脸的无所谓神情。姐姐都习惯了，你知道我从小到大遇见过的刺杀有多少次吗？苏无忌看了看他，从鼻孔里出了2道长长的气，道：这次不一样，他们这次不是冲着你，而是冲着晚星来的。冲着晚星？方千雪听了，刚刚无所谓的表情立刻从脸上消失了。他快步走下来，也不顾走光，抬脚就踹在了这佣兵的脸上，道：你们找晚星想干什么？那佣兵的脸本来就已经被苏无忌几拳打得骨裂了，挨了这一脚，顿时疼得说不出话来。苏无忌看了看他那快要完全暴露出来的大腿，没好气地说道：你先上楼换一件方便行动的衣服，我慢慢审。好，你等我一下。方千雪扭头就上了楼。而这时候，那佣兵对苏无忌说道：我说
只要你不杀我，我都说。我要听最关键的信息。苏无忌眯着眼睛说出了沈凌川的台词，不然我保证你会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这雇佣兵忍不住地打了个哆嗦，不知道为什么，眼前这个华夏青年让他居然有了一种直面黑暗世界大佬压迫力的感觉。5分钟之后，换了一身黑色运动装的方千雪便重新出现在了苏无忌的视野里。他风风火火地下了楼，一把揪住了那雇佣兵的领子，说：“你来这里干什么的？”苏无忌从旁说道：“我审完了，他们是冲着晚星来的。江司令的飞机失事可能和这伙人的组织有关。”一听这话，方千雪先是愣了一下，随后双眼里的光陡然变得杀气腾腾。江晚星的父亲江秉辰也是方千雪的姐夫，曾任首都军区副司令员。数年之前，江秉辰的访问专机从非洲的普勒尼亚返回，遭遇海上风暴，在印度洋上空失联。那一次军事访问团一共数十人，再也没有过任何音信。而江晚星的母亲平时主要负责对外援建工作，当时她正好在普勒尼亚调研华夏援建的普兰铁路的运营情况，调研结束后顺路搭乘江秉辰的专机返回。所以那一次空难一下子让江晚星和江浩斌失去了父母。他没说谎。沉默了足足半分钟，方千雪才问道，所有的轻佻与妩媚都从他的脸上消失了。苏无忌的表情也非常认真。没有说谎。我立刻给晚星打电话。方千雪说道。他关机了。苏无忌说道。可能是去执行秘密任务了。停顿了一下，他接着说道。而且我建议，此事在查出最终结果之前，尽量不要告诉晚星。方千雪沉吟道。你说的没错，比我考虑的周到一些，不然晚星的情绪，唉。他重重地叹了一声，显然也回想起了姐弟俩这些年的不容易。当年江晚星的父母突然去世，对他的打击无法用语言形容。别看现在江少校很开朗爽快，可是当初从那一段暗淡无光的日子走出来，几乎已经花去了他所有的力气。你还审出什么来了？方千雪问道。苏无忌分明注意到他的眼眶都已经红了，摇了摇头。苏无忌接着说道，这个家伙来自于西方黑暗世界的沙溢佣兵团，这个佣兵团主要接一些非洲业务，这货的其他几个同伙都已经被我搞定了，但负责此事的组长并没有来到首都，而是在东南沿海遥控指挥。我已经让那边的朋友帮忙抓人了，但此人警惕性很高，发现同伴落网立刻切断了通话，不一定能堵得住。而且他们之所以来要绑走晚星，是因为这雇佣兵说他们组织之前秘密做过一起坠机案，当时有个华夏将军就在飞机上，而现在他们要把这名将军的女儿带回去。说到这儿，苏无忌的眼睛里爆发出了强烈的惊芒。毫无疑问，他们口中的这位华夏将军就是江秉辰。方千雪的声音也变冷了许多，他说道，所以现在基本已经确定，当年的坠机并不是遇到了印度洋的强气流，而是人为的。苏无忌点点头，用脚尖踢了踢这个雇佣兵。但这家伙只是个普通佣兵，知道的信息并不太多。如果真的有人敢秘密击落首都军区副司令员的专机，这和对我们先战有什么区别？说到这里，他的眼睛已经眯了起来，无穷的危险光芒从其中释放而出。我去一趟首都军区。苏无忌一把揪起了这个佣兵，说道，如果江秉辰专机坠落的疑案还有其他玄机，那么其中的牵扯
可能就会极广极深。苏无忌现在只想要个真相。我跟你一起去。方千雪说道。苏无忌看了看他，摇了摇头。你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吧，别被抓了做人质。的确，这一次杀义佣兵团盯上了江晚星，说不定下次就要盯上方千雪。如果要谈安全，你在旁边我会更安全。方千雪撸起了袖子，直接说道。更何况我要第一时间知道真相。苏无忌很认真地看了看他，说道。千雪姐，如果这次坠机不是因为自然原因，那么我们面对的可能是一个横跨洲际的巨大漩涡，你做好准备了吗？对此，方千雪的答案也很简单。飞机上的是我的亲姐姐。半个小时之后，苏无忌和方千雪便进入了首都军区，直奔司令部。司令员邵飞虎一听此事，虎目之中骤然释放出了浓烈的精芒。他沉声说道。其实当年的事情我们一直对飞机失事保持怀疑，但调查了几年一直没有找到证据。说着，他重重地一拍桌子，语气加重了几分。还好这些家伙终于送上门来了。这几年来，首都没人敢欺负江晚星。江秉辰牺牲了，军区的叔叔伯伯们都把江晚星牢牢护着。其实江少校并不知道的是，所有接近他的男人女人都被这些军衔极高的长辈们暗中调查过，直到看到他最近和苏无忌走得近，他们才松了一口气。苏无忌的情绪也有些奔涌，他小心地说出了自己心中深藏的期待。所以江叔叔和放阿姨以及专机上的所有人，有没有可能还活着？毕竟一群精英军官全在那专机上，那一次失事所造成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邵飞虎摇了摇头，眼睛里有着一抹清晰的悲痛。都已经那么多年了。方千雪抹了一下眼泪，道：是啊，那么多年了。连他自己都不认为这事情还会有转机。华夏派专人找了那么久，如果还活着，不可能杳无音信的。这些年来，世界上的每一起飞机失联案件都没有结果。那些日日夜夜在机场门口翘首以盼的人们，都没有等到那些回归的家人。更何况，失事的那一片区域，还是整个印度洋上最凶险的海域。邵飞虎继续说道：当时我们怀疑秉辰的专机正好遇到了印度洋的强气流，才坠落大海失联。而现在看来，如果真的是有人做局，那么可能在坠入大海之前，这专机就已经在空中提前解体了。他的声音很沉，以老邵的性格，如果露出这副神态和语气，那就大概意味着杀心大起了。苏无忌的眼睛里也满是杀意。我现在就去趟欧洲，把这杀意佣兵团的头子抓回来。欧洲找不到，我就去非洲。他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在江秉辰的飞机失事数年后，这帮始作俑者还要冒着巨大的风险来华夏寻找江晚星？难道在晚星的身上有着他们想要却没能从江秉辰夫妇身上拿到的东西？在来到华夏的这几个佣兵里，先是被小庞弄死了一个苏无忌，在别墅里活捉了一个，小庞后来又在小区外围抓了2人，而负责指挥整个行动的佣兵组长此刻还在东南沿海流窜，应该还在寻找出境的机会。邵飞虎看了看苏无忌，并没有立刻同意他的想法，而是说道：杀意佣兵团的背后站着谁，你知道吗？苏无忌的眼睛一眯：你国还是法国？邵飞虎摇了摇头：情报太少。
其实，这个沙溢佣兵团的总部虽然在欧洲，可主要战斗团队常年在非洲活动，而且规模并不大，一直保持着少而精的战斗力。所以，他在各国情报部门里的存在感并没有那么强，以至于华夏虽然一直没有放弃调查江秉辰坠机案，但却从来不曾把目光放在这个沙溢佣兵团身上。可这没什么存在感的小小佣兵团，却有可能毁了华夏将军的专机。邵飞虎重重一拍桌子，表情上已是杀气腾腾。显然，如果他年轻20岁，怕是要直接亲自上阵了。随后，邵飞虎打了个电话，打给了自己的儿子邵永阳。邵永阳，我有事找你，立刻给我办。电话刚一接通，邵飞虎便沉声说道。一听到老爸忽然直呼自己的名字，邵永阳的心脏控制不住地哆嗦了一下，连忙说道：爸，我最近又做错什么事情了吗？进入国安系统查一下，我要沙溢佣兵团的所有资料。邵飞虎说道。英若哈，哎。邵永阳听出了父亲的凝重情绪，没有任何废话。我现在就去查，你呀。查完之后，我把你从宁海国安暂调出来，去国外一趟。邵飞虎说道。调出来？邵永阳问道。去哪里？邵飞虎沉声道。非洲。显然，他已经准备筹建特别工作组，而这个组的主要人员构成已经在他脑海里成型了。紧接着，邵飞虎的另外一个电话则是打给了宋鹤鸣。鹤鸣，你以前常年在非洲，对沙溢佣兵团了解多少？电话接通，邵飞虎直接问道。他没有回避苏无忌和方千雪，直接打开了免提。操，那你算是问对人了。一提到这个佣兵团，如今身居高位的宋鹤鸣居然直接爆了粗口。老子跟他们干了多少年了，有好几次我好不容易稳固下来的局势，都被这佣兵团里的几个兔崽子给颠覆了。你居然在他们的手里吃过亏？邵飞虎倒是有点意外。在他看来，宋鹤鸣就是天生的特工脑袋，脑子里全是各种阴险狡诈的深谋远虑。这样的人也幸亏跟自己是同一战线，要是生在米国的话，有的是让华夏头疼的。那些年混乱的非洲几乎是整个地球的角力场，能在那儿让宋鹤鸣吃瘪的人可不多。他们非常精锐，但是被我弄死过10几个人。宋鹤鸣说道。平均下来每年死一个。显然听老宋这不爽的语气，他自己应该也没从对方的手里占到太多便宜。顿了顿，他补充道：这个佣兵团的背后站着不止一个势力，每次行动经费多得要命，很难对付。无忌抓住了个沙溢的佣兵来袭击晚星的。邵飞虎说道。我现在高度怀疑秉辰的坠机和这个佣兵团有关系。一听这话，宋鹤鸣的声音登时提高了8度，凝重之意浓郁到几乎要通过专线电话传过来。他问道：这小子在哪？邵飞虎说道：在我办公室。宋鹤鸣说道：我立刻去。邵飞虎刚刚准备挂电话，就听到宋鹤鸣补充了一句：我带邓红宇一起去，他所了解的情况应该比我多一些。听到了这个名字，苏无忌的眼睛一眯。邓叔叔也知道情况。他好不容易地把特工苍宇从领风组的手里解救出来，而据说这位和宋鹤鸣同期的传奇特工之所以失踪那么多年，可能和国内的某个大老虎有关。而现在宋鹤鸣既然要把他也带过来，是不是能说明江秉辰的坠机也可能有来自国内的原因？
苏无忌想到这一点，不禁有点脊背发凉。邵飞虎点点头，说道：老邓流亡10年，可能了解到的内情比我们都多。你小子和千雪都多当心一些，国内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可水面之下的隐形漩涡，随时随地都能把人撕碎。苏无忌点点头，眼睛里精芒闪动。我一定帮婉星找出真相，报仇雪恨。方千雪一直站在办公室的一角，很少出声。他拎得清现在的状况，并不会出声干涉邵飞虎和苏无忌的思考和决策。只是看着苏无忌在为了江婉星的事情这么着急上火，乃至杀气腾腾，方千雪不禁眼眶一红，眼泪已然泛了上来。他努力不让眼眶里的泪水流出来，吸了一下鼻子，扭头看了看窗外的天空，在心中说道：姐姐姐夫，你们放心吧，婉星没有找错人。20分钟后，一架直升机便已经降落在了首都军区司令部的门口。宋鹤鸣带着邓宏宇快步走了出来，岳冰凌竟然也跟在后面。老邓的气色比之前要明显好一些了，他穿着机关里随处可见的行政夹克和皮鞋，腰背已经不那么佝偻，脸上的陈年老伤也消除了不少，但和宋鹤鸣站在一起，还是根本看不出这俩是同龄人。一进入司令员办公室，邓宏宇的第一句话便是：无忌，这沙溢佣兵团的总部不在欧洲，也不在非洲，当心被外界那些烟幕弹一样的消息迷惑。苏无忌的眼神豁然放出精芒。那在哪里？邓宏宇说道：他们背后有米国和以色列财团的支持，总部一直在德弗兰西岛。苏无忌说道：我现在就去。邵飞虎一把按住了他，然后打了个专线电话，沉声说道：通知烈焰大队集合，让烈焰大队跟新的指挥官见个面。听了邵飞虎的这句话，苏无忌的眼睛里陡然爆发出了强烈的金光，在金光的后面就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热切与想念。烈焰大队就是首都军区的王牌特种部队，没有之一。而在此之前，苏无忌曾经临时服役过几次，短暂担任过烈焰大队的临时队长。用他的话说，那是老爸把他抓来给首都军区打短工。在岳冰凌上一次的灵州之行中，负责承担保护任务的2名中央调查局的特工李元和李忠义，就是从烈焰大队转业而来的，曾经在服役期间和苏无忌去委内瑞拉突袭过毒枭老巢。穿着一身浅灰色西装制服的岳冰凌此刻就站在门边，从进来之后他还没有说一句话，但目光始终落在苏无忌的身上。自从上次差点亲亲之后，岳冰凌还没有和苏无忌说过话，甚至他知道苏无忌回国了，也没有第一时间去接他。虽然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最终决定会是怎样的了，可岳格格的心还是有点乱。他想要让自己成为苏无忌的独一无二，但这难度简直好似9天揽月。但在半小时前，当宋鹤鸣接到邵飞虎的电话之时，岳冰凌就在旁边，得知即将到来的任务，便是毫不犹豫地跟来了。事实上，在邵飞虎脑海中临时拟定的那份任务组名单里，岳冰凌就在其中，而且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方千雪看了看这冰山一样的姑娘，又看了看苏无忌，没多说什么。大家同在首都，他对岳冰凌并不陌生，现在更不是去替婉星争风吃醋的时候。苏无忌看着邵飞虎：邵司令员是真的吗？邵飞虎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说道：“小子，你这都不喊我飞虎叔了，难道你自己不都知道答案了？”苏无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点点头：“谢谢司令员。”邵飞虎说道：“我会联合调查局和国安成立特别工作组，可以陪你一起前往德弗兰西岛。至于非洲的下一步计划，等你从德弗兰西岛回来之后再决定。”说着，他拍了拍苏无忌的肩膀：“去吧，去隔壁更衣室把衣服换上。烈焰大队还在老地方，你很熟的，我让老王送你去。”邵飞虎口中的老王名叫王惊天，现任首都军区第1集团军军长，军衔少将。这苏无忌立刻立正，身子笔挺，敬了个军礼。说着，他迅速跑出去了。只是在跑出门的时候，他看到了站在旁边的岳冰凌，顺势伸出手来，在对方的胳膊上拍了一下，算是打了个招呼。岳冰凌抿了抿嘴，没什么表情，但眼光微微有些波动。而司令员的办公室里，邵飞虎走到邓宏宇的面前，和他重重握了握手：“宏宇，这次真是多亏你了。”邓宏宇笑了一下，笑容里透着沧桑和释怀：“终归是来了好消息，要是能找到真相，也不枉我这10年的折腾了。”宋鹤鸣看着窗外没说话，可他的眼睛里似乎已经映出了非洲的漫天风沙。邵飞虎看向岳冰凌：“冰凌，如果成立联合调查组，你任组长，有没有意见？”岳冰凌听了却没有立刻答应，而是说道：“苏无忌当组长，我可以协助他。”他的这句话若是放在以往的调查局里，根本不会发生。以往岳冰凌都是当仁不让地拿下指挥权，绝对不允许自己的行动组里出现第二种声音。邵飞虎摇了摇头：“他来当尖兵，你需要把控方向，分工不同，你俩也是老搭档了，配合一贯很默契，我不用多说，相信你也明白。”岳冰凌这次没有再推辞，他不知道想起来什么，点了点头，眸光轻垂，轻声说道：“老搭档很默契。”而此时，苏无忌已经从隔壁更衣室里走了出来。那是邵飞虎的更衣室，在衣柜的最里层一直放着一套军装。此刻这军装就穿在苏无忌的身上，2杠1星的肩章熠熠闪光。少校，这是数量极少的特招编制，苏无忌只能在给首都军区打短工的时候才有资格穿上这一身军装。在看到穿着军装的苏无忌从门口经过，岳冰凌的眼睛里霎时涌出了强烈的亮光。这一身军装穿在这个男人的身上，使得他此刻的气质和平日里的截然不同，竟是像一把随时出鞘的利剑，似乎整个人都在散发着难言的光彩。就连方千雪都看得稍稍呆住了，下意识地说道：“小渣男这么帅的吗？”苏无忌站在门口，对司令部里的众人敬了个礼，便快步跑出去了。岳冰凌迟疑了一下，还是问道：“他怎么会有军衔？”邵飞虎说道：“无忌隶属首都军区特招人才编制，那2杠1星其实都是用战功和嘉奖换的。如果他常年待在部队里，立下的功劳不一定会比孤损少。”“不会比孤损少。”岳冰凌的眼光狠狠一波动。虽然他一直觉得苏无忌已经很优秀很强大了，可并没想到这个唯一被自己青睐的男人已经到了可以与那位年轻兵王孤损比肩的地步了。这一刻，岳冰凌并未发现他自己的眼湖中已经有着一圈圈的涟漪在缓缓晕开。邵飞虎看了看苏无忌离去的方向，又看了看岳冰凌，
摇头笑了一下，说道：冰凌，我其实很看好你。这句话的意思显然是看好你成为苏家的儿媳妇。岳冰凌轻轻地抿了抿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方千雪看着此景，忍不住地在心中说道：婉星啊婉星，你要是天天这样冲在第一线，家都要给人偷光了。在首都军区的东北角，有一处全封闭的小型作训基地，平时普通战士是绝对不能进入的，因为这里的那一支特种部队是王牌中的王牌，代号烈焰大队。而每到军区的年度军事演习，这支特种部队都会犹如神兵天降，在面对几个传统侦察营的时候，战损比基本上是在1:35，也就是说，烈焰大队付出1个人的代价，可以扫掉对面的35人。此时，一台老款奥迪 A6 轿车驶到了门前，小型基地门口的2名卫兵同时抬手示意车子停下。这里的卫兵全副武装，突击步枪中子弹上膛，满脸警惕，和其他岗哨卫兵完全不一样。哪怕他们已经认出来了，这台奥迪轿车是第1集团军军长王惊天的座驾，但仍旧出手拦住了。驾驶座的车窗放下，露出了一张沉稳的脸。这2名卫兵立刻齐齐立正，敬礼，喊道：首长好。因为这就是王惊天。他们在首都军区服役这么久，还是第一次见到王惊天坐在驾驶座亲自开车。在平时，这台车都是警卫员在开，那么车里坐着的究竟是谁？王惊天笑呵呵地说道：我来送新指挥官跟你们见个面。其中一名卫兵往车里看了一眼，这一刻他的眼光都不一样了，似乎被注入了一针充满了战意的强心剂。这眼神和刚刚见到王惊天的时候截然不同。苏队须段。苏无忌也一下子喊出了他的名字。张新明，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苏队，你回来了，真是太好了。这卫兵明显有些激动。等这台奥迪开进基地，旁边那名新加入烈焰大队不到1年的卫兵终于忍不住了，小声问道：他就是咱们的新队长，未免也太年轻了吧？看年纪好像都还没有我大呢。你知道什么？那个叫张新明的卫兵眼底已经涌出了难以自控的热切。年轻怎么了？这里的所有人都对他心服口服，每次苏队回来就意味着我们有大事要干了。怪不得呢。那年轻卫兵说道：能让王军长亲自开车送过来，肯定地位不一般。可是他只是个少校啊，咱们大队长的级别可真是够奇怪的。张兴明说道：知道咱们烈焰大队为什么队长之位长期空缺，一直都只有副大队长吗？年轻卫兵问道：为什么呀？因为……张兴明加重语气说道：那位置就是给这位苏队留的，烈焰大队在随时等待着他的回来。此时烈焰大队已经全体集合了，上百名战士站在训练场上，看着军长的车子停在眼前。随后一个少将和一名年轻的有些过分的少校一起从车子里走了下来。副大队长万辉尘上校今年已经42岁了，一直主持整个大队的工作，可此刻他却面带微笑，丝毫没有被人空降压了一头的不快。但有几个实力强悍的刺头兵已经明显露出了不屑的神情。在他们看来，从这台车上下来的必然是关系户。任何一个部队里，
这种能力越强，便越有个性的刺头兵都不少，烈焰大队尤其多。如果只靠军令，的确可以让他们言听计从，但却没法让他们发自内心的服气。把烈焰大队当成镀金的地方了。一个少尉冷冷一笑，说道：李小飞，你最好别搞事，这可是能让王军长亲自开车送来的。我管他什么关系，在部队这些年了，那些能力差的关系户，咱们见得少了。李小飞呵呵一笑，说道：虽然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少校了，可这级别凭什么当大队长？背后有通天的关系吧？实习大西，你少说两句啊，也不看看什么时候。不过，说不定人家真有两把刷子呢。然而，和这2年才加入烈焰大队的战士们所不同的是，其他的老兵在见到这位年轻少校之后，眼神都明显变得热切了起来。万辉尘喊道：全体都有，敬礼，向老队长问好。队长好。老兵们的手臂齐齐抬起，划至太阳穴，喊声震天。